你知道日本女星水原希子、南韩前总统李明博、北韩老大金正恩、软体银行董事长孙正义这4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吗？答案是他们都跟在日朝鲜人这个特殊的身份有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在日朝鲜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日本跟韩国，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国家长期互看不顺眼。早在西元1世纪，大概是中国的东汉时代，当时朝鲜半岛上面的3个王国就曾经有跟日本交战的记录。16世纪，丰臣秀吉连续入侵朝鲜王朝。19世纪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更是迅速的扩张。1910年，日本正式的并吞了朝鲜，开始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与压迫。这些历史呢，不只是让两国的恩怨情仇延续到今天，也诞生了一群被夹在中间的人——在日朝鲜人，或者是在日韩国人。在今天的日本呢，其实有不少的艺人或是运动选手身上都有韩国血统，但比起那些住在日本的台湾人，这些在日韩国人们呢，要在日本社会生活，甚至是出人头地，可能都更辛苦、更不容易。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模特水原希子，她的母亲是在日韩国人，爸爸是美国人，她因为完全没有日本血统，就用日本名在当地讨生活，所以从出道开始就备受攻击。不过，其实水原希子已经算是这个族群当中发展很成功的案例了。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在日朝鲜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为什么会有这群人，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况又是怎么样。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爱听音乐，想要随时享受立体音效环绕耳边的感觉吗？为你介绍 Extron Vibe 防水环绕蓝牙音响，无线设计，放哪都 OK， 室内户外用都方便哦。这款蓝牙音响搭载了独家 Extron 实境环绕音效，高音质搭配小小机身，为你打造移动式蓝牙剧院。加上跨界多用音响设计，不管是在家看电影、打游戏，或是露营、打球时想要听音乐，全部都一起搞定。另外，一键自动音场最佳化，音响怎么摆都好听，还采用了专业技术，提供饱满厚实重低音，而且音量调到最大也不用担心破音。现在上泽泽预购，享独家6折的优惠，输入智疑77专属折扣码小小77，结账再折150元。马上点击 YouTube Shopping 的栏位了解更多吧。根据2021年的统计，目前日本大约总共有60万名的在日韩国人，其中在日朝鲜人有 2.6 万，在日南韩人有将近41万，其他呢只是朝鲜裔日本人或是韩裔日本人。这名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刚说到，在1910到1945年之间，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当时有大批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了日本，而这些就是最广义的在日韩国人，当时大约有200万左右。不过，因为当时其实只有朝鲜还没有韩国，所以比较精准的想法，当时这些第一代就是被称为在日朝鲜人。那二战结束之后，朝鲜脱离日本殖民地，有140万刚刚讲到的第一代移民就携家带眷的回到了朝鲜半岛，而这其中就包含了2008到2013在任的南韩总统李明博。1950年代两韩分裂所以继续留在日本的60万移民，政府呢就会依照他们个人的意愿跟资格，判定他要属于什么样的国籍身份。如果生父是日本人，或者是父不详，但生母是日本人，就有机会直接申请成为日本籍。而至于其他的人，如果自我认同是大韩民国的子民，就可以申请为大韩民国籍，成为在日南韩人。那如果后来规划日本国籍，就会被称为是韩裔日本人。像是软银董事长孙正义就是第3代在日南韩人，1990年决定规划日本。那如果自我认同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就是在日朝鲜人。但又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承认北韩政权，所以这些在日朝鲜人实际上呢是无国籍身份。不过，如果后来他们选择规划日本就会成为所谓的朝鲜裔日本人。那就概念上面来说，不管自我认同是南韩还是北韩，这些移民在日本的生活其实都很不容易。那他们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去日本呢？一战期间，因为朝鲜被日本殖民，所以本岛民众大部分都从事劳力密集的苦工。当时有些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主动的选择移民到日本，成为第一代在日朝鲜人。但也有些第一代呢，他可能是被日本强迫征召过去的，比如二战期间的慰安妇或是朝鲜籍日本兵等等。那刚刚有说到，二战结束之后，很多人选择回到朝鲜半岛，但当时朝鲜半岛已经被美苏两大强权一分为二，局势动荡之下，有一些朝鲜人就觉得留在日本的经济生活可能比较好。
后来韩战爆发，他们又更加不敢回去了。不过到了1960年代，其实北韩政府曾经发起一个回归运动，鼓励在日朝鲜人回到北韩。他们声称北韩是社会主义人间天堂，还有免费看医生免费上学等等的福利政策，所以包含了金正恩的母亲高荣基在内，当年呢总共吸引了将近10万人从日本返回北韩。不过后来日本呢有调查显示北韩因为担心这些人会散播不良思想，所以长期的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不少人甚至还被拘禁或者是送进集中营。而对于继续留在日本的人来说，虽然生活不一定这么的惨，但还是有很多辛苦的挑战。早在殖民统治时期，身为殖民母国的日本人就对朝鲜人非常的不友善。举例来说，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有人谣传在日朝鲜人会趁乱在水井下毒害死日本人，这个传言激起了很多日本人的愤怒，有上千名在日朝鲜人因此被暴力追打致死。而根据京都的在地朝鲜人人权协会会长郭成雄的说法，在二战过后呢，日本人对于这些在日仔们又多了另外一种敌意。他说，在日本的语境当中，在日这个词其实有贬义，有点类似滞留在日本不走的意思。这人的存在好像就是在提醒日本人自己曾经侵略别人的事实，看了就有气。那直到现在有不少在日韩国人们还是会选择低调，甚至是隐姓埋名的生活，因为不这样的话呢，想要找工作交友或是谈恋爱都很困难。举例来说，有人通过考试进入公司，但后来公司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就立即的解雇。也有公司会要求员工，如果你想要升主管，就必须要规划日本籍等等。那因为职场环境不太友善所以有些在日韩国人可能就会选择创业，而这其中呢，又以餐饮业还有柏青哥的产业最常见。像孙正义的爸爸呢，就是靠着私酿酒还有经营柏青哥而翻转致富。此外呢，在法律权利上面早期的这个在日韩国人也缺乏了很多的基本保障。虽然经过长期争取，目前在日韩国人们已经都有合法的永久居留权，但还是有很多法律无法处理的差别待遇。比如疫情期间呢，埼玉市发放口罩给市内的这个幼稚园还有保育员，但朝鲜学校却唯独被排除在外。等等，朝鲜学校又是什么？在帝国主义期间呢，日本实施皇民化政策，让很多的朝鲜人越来越不会说韩语。而二战过后，为了保存文化，很多在日朝鲜人决定开设朝鲜学校。一开始，全日本大概有500多间，那虽然现在只剩下60几间但这些朝鲜学校的范围呢，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而这样子的朝鲜学校，很多都有收到北韩的资助，学校会介绍朝鲜的历史，学习社会主义，甚至是建立对于金家的崇拜等等。有的朝鲜学校的毕业旅行还会去北韩旅行2周。根据校方的说法，他们朝鲜学校的教科书授课内容都符合日本的课纲标准。上课内容包含了韩文、日文、理科、数学等11个科目，虽然大部分都是用韩文上课，但课本都有日文字。不过日本社会并不承认朝鲜学校的学历，所以它的定位呢比较类似驾训班补习班或才艺班的感觉。换个角度来说，其实朝鲜学校并没有特别限定学生的资格，只要你喜欢朝鲜，就算是日本或是南韩国籍，其实都可以去上课。但就像刚刚说的，很多日本人对朝鲜学校的敌意非常的强烈，有人穿韩服上学会被攻击，也有人觉得学校是敌国组织，要求他们滚出日本。面对这一切不管是朝鲜学校的学生，或是更广义的在日韩国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可能也都非常的矛盾。对于比较年长的在日韩国人来说呢，他们这一辈子可能至少会经历2次身份认同的选择或者是转变。1950的韩战时期，日本政府要求他们决定你是属于哪一个韩国的人。但对于第一代来说呢，自己从朝鲜半岛到日本的时候，朝鲜就是一个国家而已。现在突然要他选边站，哪知道要怎么选？后来生活现实呢，又让他们必须要决定要不要改变认同，成为日本人。而这样子的挣扎呢，在很多第2代以后的在日韩国人身上特别的常见。为了不要被看不起，他们努力的生活，努力融入日本文化，但每次看到历史课本描述日韩战争或是殖民历史的时候，又会有一种莫名的奇异感，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要说是韩国人或朝鲜人吗？明明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在朝鲜半岛生活过，韩文也讲不好，算什么韩国人？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吗？日本人还不一定愿意接受你这个选择。有人说，虽然觉得朝鲜学校很多事情都很荒谬，自己也不一定认同社会主义，但日本人的歧视或压迫又仿佛让这个学校有了一些存在的意义，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让他抬头挺胸学习自己民族文化的地方。那总体来说，目前在日韩国人们呢，已经来到第4代，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努力融入日本或是低调过生活，但也有少数的人呢，依旧坚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且为了促进两边的融洽相处而努力着。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志气系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啊，一开始我们注意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是被朝鲜学校这个特别的单位吸引跟好奇。就直觉上呢，我们很容易把它跟孔子学院联想在一起，两者都是以文化推广或者保存为号召，都有传递思想跟价值观的意涵，也同样呢都跟威权体制的政府势力有关，因此也都受到了很多的抵制。不过，当我们循线了解到更多在日朝鲜人或者是在日韩国人的资讯之后，感受又变得更加的复杂。无论是曾经被日本殖民、剥削、歧视的历史，又或者是数百年来我们必须在荷兰人啊、日本人、中国人、台湾人或者其他各种身份的认同当中历经的挣扎与矛盾等等，我们相信这些都是很多台湾人心中很能够感同身受的痛苦。在时代的洪流里面，大部分的小人物都只能够在夹缝当中求生存，每一次的选择也不一定都是最想要的选择，而这当中每一次的转换跟拉扯，也可能为社会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痕，成为敏感的疮疤。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台湾跟中国以及日本跟韩国之间完整的历史脉络以及目前的状态关系，都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并不能够直接拿来相提并论。同时，我们也想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期并不是日韩议题的专家，所以今天的资料可能会有不完整或错误的地方。那如果你有掌握更多的资料，或是有不同的想法，都欢迎在留言区分享给所有人哦。好的，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是第一代在日朝鲜人，1945年战争结束过后，你会选择留在日本吗？会应该还是会想要回到故乡，因为最亲近，并不会感觉在日本还是比较习惯、比较发展性。自己不确定我真的无法想象这要怎么选。第几大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在日朝鲜人。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传奇脱北者以及韩国人反日。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